上一节课我们讨论了佛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佛陀给出众生趋向涅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打破无明见真实。那么打破无明见真实，那么怎么打破无明见真实？那么佛陀的教理体系的安排和修正的次第，我们讲可以分成两步，分成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佛陀想尽办法解构我们凡夫自以为的真实世界，因为妨碍着我们见真实的最大障碍就是凡夫执着的自以为的真实世界，所以必须先要解构它，这叫破增益。第二步，一旦凡夫所执着的自以为的真实世界被佛陀解构了，那么诸法的真实性才会显现，这叫不损减。上一次课我们也讲到，这两步对于我们凡夫而言，其实第一步是重头戏，因为我们凡夫学佛难就难在我们放不下对凡夫境界的诸法的这种执着，所以解构是重头戏，这是我们上一次课程讨论的重点。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话题，那佛陀解构我们凡夫自以为的真实的时候，为了解构的方便，佛陀首先要把我们凡夫所执着的自以为的真实的世界要分类，也就是解构的时候要有明确的对象，要把我们凡夫执着的自以为的真实世界分成几块，我们先解构什么，后解构什么，这样思路才清晰，修正才有次第。那么在佛法体系里边，对凡夫所执着的自以为的真实世界的划分有很多种方法，其中最简洁的一种方法就是把它分为两类，分别起名叫人我和法我。人就是人民的人，我就是你我他的我，法我的法就是方法的法，人我跟法我。什么是人我？大家想一想，我们此时此刻做一个凡夫，在我们这个凡夫心中，那个真实的世界是什么？首先，作为一个凡夫，你会认为你自己内在的主观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这个存在而且是不变的、独立的，也就是我从一生下来，我是个婴儿，后来是个少年，到青年，到壮年，到老年，以至于死去。在这几十年人生当中，我的肉体可以变，我什么什么都可以变，但是内在的有个主观的精神的那个世界总没有变。上幼儿园的是我，上中学的是我，读大学的是我，现在工作挣钱的是我，有一天死了还是我死了。我们死死的执着的这个内在主观精神的这个世界的真实的存在，佛教把这个存在叫人我。我们对人我的那种执着，佛教就叫做人我执，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法我，也就是当一个凡夫执着了内在主观精神世界的这个我的存在的时候，这个人我存在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攀援着一个主观内在精神世界之外的一个世界。这个内在主观的精神的世界，它一定要依托着一个主观内在精神世界之外的一个外在的客观的物质世界而存在。比如说，我的这个内在主观精神的我，这个人我，它要依托着我一个肉体而存在，而我这个肉体要依托于这个世界，这个地球而存在。
所以当我们凡夫一旦执着于有一个内在主观精神的我，人我的存在的时候，你就一定会产生第二个执着，你就会认为这个内在主观精神的我一定在它之外有一个外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作为它的攀援跟生存的依托的对象。而这个外在客观物质的世界，我们佛教就管它叫法我，对这个世界的执着我们就叫法我执。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佛陀要破除我们凡夫自以为的真实的世界，我们可以讲就是破我们的人我执和法我执，把人我执跟法我执破掉了，也就是把我们死死执着的这个内在主观精神世界的我跟这个外在客观物质世界的我，把这两个东西破掉了，就把我们凡夫执着的自以为的真实的世界破掉了。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佛陀怎样破我们的人我执跟法我执呢？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众生千差万别，众生的习性，众生的根性是有差别的。那佛陀在解构我们凡夫自以为的真实世界的时候，它的解构的模式跟方法就应该有所差别。佛教把佛陀叫做大医王，就是把他看作像个大医生。确实，佛陀度众生就像医生给患者看病，患者生了什么病，医生就要开什么药，要对症下药。由于众生的病的千差万别，因此医生的药也有种种的不同。那么佛陀说法，佛陀在给凡夫说法的时候，体系上也有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理解佛陀说法的差异性，会造成很多不好的后果。比如有的佛教徒说，我读一本佛经好像读懂了，但是读第二本的时候发现乱了，读第三本的时候更乱了。为什么呢？因为好像佛陀在这三部经典里讲法不一样，甚至在很多凡夫心中，他认为这些说法似乎还有矛盾。这是第一种情形。还有第二种情形，我们很多佛教的教派，它是依据某一部经典或者某一部论而建立自己教派的思想体系的。但是不同的教派体系依据不同的经、不同的论而构造的思想体系，有的时候看起来是有矛盾的，因此引起了很多教派的纷争。大家都自以为自己是有经典依据的，大家都以为自己的这个教法的体系是唯一正确的，而批评对方。这种现象在千百年来的佛教的传承当中是经常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不理解佛陀的教法的内部的差异性，也就是佛陀针对不同的众生在说法的时候，他要有所差别。这个差别就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众生的根性不同，佛陀在解构我们凡夫自以为的真实世界的时候，他的解构模式跟方法就不同。第二，为了保持教理体系的完整性，由于解构的差异的不同，导致了佛陀教法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向我们诠释佛陀所要表达的诸法真实性的时候，在真实性的表达上，它同样是有着差异。也就是我们前边讨论的佛陀教法分前后两部分。第一，解构凡夫自以为的真实；第二，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实。
由于众生的差别，佛陀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表现出差异。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差异，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其实这个问题早都被佛陀以及历代的佛教的大德们发现了，因此在佛教里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叫判教。判就是批判的判，判教。什么是判教呢？就是我们把佛陀一生的教法归类，分角度，分层次，看佛陀是用了哪些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名言系统来解构我们凡夫的，来诠释佛陀所认为的世界的真实的。判教是非常重要的。印度有很多大的佛教学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对佛陀的教法判过教。佛法传到中国以后，形成了很多中国化的佛教的教派，比如说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在这些不同教派当中，我们的历代祖师也依据自己对佛陀教法的理解做了自己的判教。当然，这些判教每一种判教都有他自己合理的因素。但是我想问，经中有没有判教？佛陀自己有没有判教？如果佛陀自己有判教，我想佛陀的这个判教应该是最权威的。经中有没有判教啊？有的。佛教有一部很重要的经叫解深密经。解就是解决的解，深就是深浅的深，密就是保密的密，解深密经。这部经很多佛教徒不读，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经略显深奥，像部哲学著作，不够通俗。但是这部经很重要，因为在这部经当中有佛陀的判教。佛陀老人家在解深密经当中把自己一生的教法其实分成了3个层次、3个角度、3套不同的名言系统，分别起名为叫做佛陀的初始教法、二始教法和三始教法。时是时间的时。在解深密经里边，佛陀老人家把自己一生的教法分为初始、二始跟三始这3套名言系统。首先说初始教法。初始教法讲什么？我把它概括为8个字，叫做四谛、无我、涅槃寂静。初始教法，佛陀首先讲4条道理，叫四谛。哪4条道理？苦、集、灭、道。苦讲生命充满着苦，集讲造成生命苦的原因。佛陀用了一个特定的模式，叫做12因缘。那么在佛陀的初始教法当中，佛陀就是用这个12因缘作为特定的解构模式，在解构我们凡夫自以为的真实世界。但是大家注意，佛陀在初始教法当中用12因缘的这个模式，主要解构的是我们的人我执。所以初始教法讲四谛，讲无我，这个无我指的是人无我，讲人我空。佛教的空字梵文是shunya，其实不要把这个空字想得过于的玄妙，空就是没有。所以人我空就是佛陀在初始教法当中把我们凡夫对人我的这个执着解构掉了。那么由于在初始教法当中，佛陀主要解构的是人我，对于法我空不空，对于法我的问题是悬置的。因此在初始教法当中只讨论人我，没讨论法我，因此初始教法就没有很明确的对诸法真实性的表达。
它只是表达了我们通过出世教法的修行，能够解决了内在的自我的烦恼，而获得的一种自我的清净的状态，叫做涅槃寂静。这就是苦集灭道的灭。出世教法告诉我们，生命的苦怎么消灭？只有走向涅槃。那么四谛的第4条道理就是道，怎么来解除自己内心的烦恼而获得清净涅槃的解脱境界呢？要修道，修什么呢？37道品。这就是佛陀的出世教法。佛陀的出世教法的代表性经典，在我们汉传佛教呢里边是阿含经。阿含经是我们佛陀出世教法的经典。下面说二世教法。二世教法我把它概括为4个字，叫做二谛无生，实相离言。二世教法，佛陀在解构我们凡夫自以为的真实的时候，他的解构模式是二谛，就是用讲世俗谛与圣义谛这2条道理来解构我们凡夫自以为的真实世界。大家注意，这与出世教法是不一样的。出世教法解构的模式是12因缘，二世教法解构的模式是二谛。出世教法只重在解构人我，而悬置了法我的问题，而二世教法用二谛的模式，不仅解构了人我，同时解构了法我。出世教法讲人我空，二世教法讲人法皆空。而且佛陀在二世教法当中，进而还要讲一切法无生。二世教法的无生这一点远远超越了出世教法的理论体系。那么这是二世教法的解构模式。二世教法在佛陀表达这个佛法的真实性上，它是用一种离言的模式。这是为了保持教法的前后的一致性。因为佛陀二世教法在解构我们凡夫自以为的真实世界的时候，他把名言解构的相当彻底。因此佛陀在二世教法当中，在表达诸法真实性上，他是用了一种遮全的模式，就是不是什么的这样一种表达模式来表达诸法的真实性。这是二世教法的特点。二世教法代表性经典是般若经。般若经不是一部经，是一类经，而其中代表性的是大般若经。而这部大般若经在我们汉传佛教被完整的翻译成汉语，这项工作是玄奘完成的。汉传佛教的这部大般若经分成了16个部分，佛教叫16会，也就是16章或者16篇。而我们这一次课程要学习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这部大般若经当中16个部分的第9部分。金刚般若经是大般若经的第9章，金刚经属于佛陀的二世教法。